算关键时刻，中美大战现在正在打得最火热的时候，没有想到川普在昨天竟然干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他竟然抄了史上最大的跨国诈骗集团。他不单单只针对一个国家，他是全球性的打击。为什么？你看到这一张图都是美国的打击目标范围，这其中包括了柬埔寨，包括了新加坡，包括了香港，甚至我们台湾也在内。他针对对象尤其是柬埔寨，柬埔寨的太子集团就是他太子集团的诈骗首脑，他叫做陈志，他把他的一个相关的资产全部都扣了起来，这其中包括150亿美元资产之外，更让大家眼睛一亮是什么？他连比特币也全部扣了，他把涉案的12.7万枚比特币通通都扣走。12.7万什么概念？将近台币4600亿。而他这一次是用诈骗跟洗钱来办他，你一定要听得清楚，诈骗跟洗钱。好，今天这个是抓诈骗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什么？这个陈志大有来头，他原本是中国籍的，而且他出生在哪里？出生在福建，而且我刚刚特别讲到，他为什么身上可以有12.7万枚的比特币，这是一个非常高额的数字，4600亿台币。今天第一个层面只是在打击诈骗之外，第二个层面是美国把这个诈骗的金流全部都掌握在手里。这么高的金额会来自于哪里呢？尤其四中全会准备要召开了，没想到就在这几天的时候，这个消息突然丢了出来，这代表一件事情，这或许是川普在四中全会前给出的一个大杀招吗？所以世聪，今天这个新闻一丢出来，大家想问，第一个，陈志有这么屌吗？这么厉害吗？是，他这种跨国打击，而且全球每一个地方，我刚刚点说这些国家通通都在美国的范围之内。但我们刚刚想问的是，第一个层面打击之外，第二个层面钱从哪里来的？对，你帮谁洗钱？钱又是洗去哪里了？没错，实际上我们再讨厌川普人，但是川普这件事情呢，我们绝对要给他敬个礼。为什么？照你看，我们台湾不是要打诈骗吗？对，到目前为止有抓到什么诈骗？没有，抓不到。中国也说，你说诈骗我们中国人，我们要抓诈骗。问题中国抓得到，全世界没有人抓得到。那有一个人抓得到，那就是川普了。川普呢，在美国政府呢，在今天呢，他由财政部跟这个司法部起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陈志。陈志是谁呢？这个美国政府对他的指控是说，因为你的太子集团啊，过去几年你诈骗了我们美国很多民众，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陈志，你真的是这个眼睛没有睁开，你诈骗台湾人，诈骗这个中国人抓不到你，但你诈骗美国人，美国人就可以抓到，就该死了。对，美国就说，因为你这个导致美国各地民众受害，所以我们就抓你。这个太子集团呢，你那个陈志，你在哪里做呢？你看美国调查多详细，他就直接把你的帝国搬开来。他说你在柬埔寨。你柬埔寨叫太子集团，然后你在哪里活动呢？在老挝有活动，然后你在香港也有活动，在新加坡也有活动，在台湾也有活动，在帛琉也有活动，然后我们还查到你在开曼群岛，然后你在英属维京群岛都有活动，这样你这个是跨国的诈骗集团，而且你知道他们指控他是什么？你涉嫌到诈骗。洗钱还有非法劳动，因为非法劳动是什么？他当然剥削那些所谓的打电话的人嘛，那些所谓这个包括说车手等等，剥削这些人。那还涉及到洗钱，那洗钱他说，我觉得美国最厉害是什么？他直接把你的金额查扣起来。对，他查扣陈志的这个资产各位，他查扣150亿美金你算我们乘以50就好，乘以30，4000多亿台币。你看，一个这个诈骗居然有4000多亿台币的资产而且美国是扣什么？美国是扣他的比特币12.7万枚比特币所以他如果从美元资产之外，你的比特币我也扣起来，而且还扣什么？他说什么？你还买什么？你还买这个什么？这个还有用于豪华旅行，还有娱乐，还有手表，你可能百达翡丽很多只啊，还有买游艇，还有私人飞机，还有度假屋，还有高档的这个精品，还有什么？他还买了一张毕卡索的画。然后呢，他就说，这些罪名一旦成立的时候，他会被判40年的徒刑。结果这些东西通通都被扣了。对，好，那你知道，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照我跟你讲，这个怪是怪在什么点呢？我讲这个诈骗，这个美国已经诈骗很久了嘛，对不对？对。你要调查他也是调查很久，你为什么在今天公布出来？我觉得时间点是个巧妙的地方。为什么呢？第一个，川普最近不是跟中国在打贸易战吗？升级了。好，那他之后丢出这个陈志这个人是要做什么呢？因为我跟他讲了，事实上这个所谓柬埔寨的这些诈骗集团，或是陈志有那么多钱。
美国这次指控他，还指控他洗钱哦。对，洗钱，那你是洗谁的钱？当然有可能是洗中国高官的钱嘛。我们最近不是讲到说，这个不是在这个张兰兰，我们不是在说，人家牵扯到说他可能跟习近平家族有关系嘛。很多人美国人，他这个所谓张兰兰呢，是中国人在讨论。那现在美国就直接丢出一个层次。搞不好你是中南海的账房啊，谁跟他洗钱我都知道。他是中南海的账房。我跟他讲，好，你诈骗集团能够诈骗到这么多钱吗？就算是真的诈骗到这么多钱，那这个钱很多搞不好不是他的钱。而且我们不是曾经讲过吗？这个陈志他现在他是中国出生哦，但他已经没有中国籍哦，他现在是有这个柬埔寨籍跟英国籍。对。那但是他是福建人，我们不是讲过吗？福建帮都跟诈骗有关系。那福建帮的最高领导人是谁？我们都说是蔡奇嘛，蔡奇是谁啊？蔡奇他上面还有更高的福建帮人是谁啊？习近平。所以我才说嘛，你这时候丢出这个来，当然就很让人家觉得奇怪啊。所以我才说，这个搞不好表面上是在打诈，但是实际上呢是要给中南海一个恫吓。然后你再不听我美国的话，搞不好我把背后惩治的人呢，我讲美国调查这么详细，赵尔他会不会真的能够勾到上面的人？他只是没有把上面给你看嘛，这或许只是第一手而已。当然啊，所以我才说这个时间点出这个手，我觉得美国一定有后面的含义在这里面。而且我们刚刚讲第一手之外，我们刚刚觉得最害怕是什么？在那个全球图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国家，竟然是我们台湾。对，没错。竟然有9间在台湾登记的实体的公司已经被点名了，还有3名台湾人也是的。对，没错啊。今天这个报告真的非常洋洋洒洒。你看，他就说什么陈志涉嫌到这个电信诈骗还有洗钱嘛，然后参与这个所谓加密货币的投资计划嘛，然后他就说高峰时期每天的收入3000万美金呢，哇，真的有够狂，3000万美金乘以30，10亿台币。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中的这一些，对，都是陈志的诈骗园区，而且你只是一小点，这画面只是一小点，能够骗到150亿美金，你就知道它多少钱了。你看，在这里面，它当然在这个拉奥斯，或是老挝，或是在这个所谓柬埔寨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诈骗园区。对，然后你看这是谁？贝森特他自己出来讲啊，他说你这个跨国诈骗迅速崛起，让美国公民损失啊。他说现在我们呢，在这个做这件事情。好，赵尔，他们要打击的就是我们之前讲恶名昭彰的 KK 园区。好，我跟你讲，赵尔，现在这个贝森特他要忙这件事吗？这件事对他来讲应该没那么重要吧？现在最重要应该是要忙中美谈判，还有一大堆有了没有的美国政府关门，这个他比较重要，他居然来打这个事，所以我就说这个搞不好是川普就跟你说，你给我查这件事嘛。贝森特现在不是都是帮川普做事？你帮我查一下，这里面搞不好可以查到更多资料。有猫腻的，当然有猫腻。我就跟他讲，你看美国，我刚才讲，除了美国画的那张地图之外，美国还有这一张树状图哦。所以你看这个层次在这边。然后他跟你说啊，你有没有财务助理，还有什么财富经理什么的，他把你的树状图，然后你有什么恒信资产啊、金贝集团子公司，然后把你画得很清楚。好，赵尔，这是他。那搞不好美国不让你看的是上面啊，上面有谁啊？还有谁啊？对，上面是谁啊？搞不好美国都知道啊。可能这个所谓的财富经理，帮他负责去管钱的。这样一条出来，对啊，还有一个人啊，对啊，一个公司，对啊，谁给你钱，你来帮他做这些事情。陈志到底多狂？我跟他说，现在美国就直接跟他讲了，他说你这样，你150亿你买什么呢？你看这是什么？他在伦敦有一栋豪宅，是1600万美金。他在这个伦敦的这个豪华区买了一栋楼，那这个还是他们当地的一个这个知名的地标旁边的一栋楼，所以他就是这么拽。好，那更夸张什么？你看买了一个毕卡索，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买了哪一张画啦，但你知道，毕卡索的画现在一张也都是几千万美金，对，所以呢，他就是这样花钱，所以呢，那我跟他讲，他这些都是在洗钱，对，为什么？因为洗钱你就要用什么豪宅啊，或者用这所谓的这个艺术品互相洗钱，我就跟你讲，这个东西。我到时候我送给这个某些人，这就是个洗钱的管道啊！你再用高价把它拍过去，对，这就是在洗钱啊！所以这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啊。好，那现在美国都已经把他的所有的手法都把它拆解之后呢，好，那我们讲，那陈志到底是谁？我就说他出生在中国福建，对，然后他拥有这个英国籍，然后有柬埔寨籍、万纳杜籍，还有塞浦路斯，对。那他这几年，你看他这几年他到柬埔寨去发展，他很拽，你看这柬埔寨，这是谁？这是他们前总理洪森，是洪森，对，洪森还特别跟他拍照，而且是单人的，对，而且2人的那种合照，而且他还是什么？他还是公爵，
公爵，你看承志公爵，承志公爵，公爵在柬埔寨算是一个高的职位，所以你知道他真的是柬埔寨一个标志人物。那他现在被卷入这个诈骗集团，所以才说这里面，他跟洪森关系很好，对，他搞不好跟柬埔寨官方也不错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说他洗钱到底帮谁洗？现在美国就要查下去。好，那我跟他讲，那现在怎么样？你看太子集团，你看。因为我有去过柬埔寨很多次，那我的确我也知道这个太子集团，他在柬埔寨有非常多案子。为什么？第一个，他在柬埔寨其实是个地产公司。对，你看他这里面他在他们的市中心来说，有非常多的这个大楼都是他们盖的哦，他们很多这个太子的现代。你说这一栋47层楼的，全都是他的。太子时代广场，然后太子会所，还有太子大酒店。他另外还在西港，就西哈努克港这边，他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赌场。然后他在哪里投资呢？就金边，然后西哈努克港，还有暹粒。暹粒就是我们去吴哥窟的时候会去的这个地方。那你看我们讲他还有一个金贝集团，他的子公司嘛，金贝集团就是在这个西哈努克。你看这个金贝集团这边，它有赌场。然后赌场，你看它这个赌场有43张赌桌，还有2间贵宾室。然后它这里面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在洗钱你看金贝贵族酒店，这就是在这边，它这边有赌场。这里面金碧辉煌对啊，没错，天哪！因为它是赌场嘛，所以赌场一定要盖得金碧辉煌的这个样子。而且那他还办过什么？他还说，我们在西哈努克这个金贝酒店，我们为了要让它打知名度，他还办了一个什么？国际选美大赛，还有选美大赛，对，那很多佳丽在那边选美这样一个状态，你看就是他的赌桌，所以呢，这不就是洗钱吗？好，那我跟你讲，赵尔是不是有可能中国的高官也来这边洗钱？他来这边赌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顺便洗钱？对，可能中国过去是从澳门嘛，那澳门没有的话，就跑到这边来嘛，这只是个洗钱管道嘛。他有钱，他又有权。对啊，没错啊。那另外还有个什么？我们之前的韩团的这个胜利，他不是也是还有名啊？对，胜利之前不是卷入很多不雅事件嘛？就没想到他还你看，这是胜利嘛？看他出现在 Prince 的这个旗下的 Big Bang 的胜利，还帮他站台过。对，所以那这几年他都常常出没在这个柬埔寨各家夜店嘛。甚至前一阵还有人访问到这个胜利，他胜利还说什么柬埔寨好好玩。然后所以你看他搞不好就是他也帮这个所谓的这个城市，他在做一些夜店的经营啊，或是帮他做个站台这样。这次美国我觉得最厉害是什么？美国就这样看，美国把它查得非常清楚。我们之前因为这个柯文哲的案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说吗？这个所谓任何的加密货币，它的账号绝对都是一个非常一长串，你根本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美国查扣跟城市相关的所有的账号，然后它里面有多少比特币？你看这里面有2万多颗，然后这里面有1万多颗，这个2000多颗，还有1000多颗，还有0.0几颗，它把它查出来。很细嘞。对啊，它每个都直接列出来。对啊，这一定是什么？这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的东西？它的账号，它的账号在这边。对，连0.073颗，它都把它找出来。这所有的账号，反正你只要隶属成资，我都全部给你抓出来。我就说最终抓了12.7万枚的比特币，而且最厉害是什么？你要这么多账户的时候，照你知道，它同时之间呢？他同时之间在一个时间点把它抓住，就是说他把他全部的这个账号都抓住了，一个时间把他所有的账号全部锁住。所以他是一次收网，对，他不是慢慢收网。对，如果慢慢收网，他可能就转移了。对，他是一次不让你转的。对，他就是把所有的账号都锁定之后呢，在第一个时间点里面就把你抓住，所以呢，所有的账号全部都被美国锁定，在美国锁定之后呢，他就把你查扣下来。所以我跟你讲，不要再说什么美国没办法破，美国早就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了嘛。所以他说但是我觉得这大概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做得到。对，现在美国怎么样搞？法院这边如果说可以的话，对，我就全部卖掉。对啊，卖掉之后，我该赔的都赔了，都没关系。150亿美金呢，这是多夸张的一个数字啊！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反正你诈骗我美国人的吗？没关系，美国人放心，我川普我扣回来还给你。所以呢，这就是美国搞诈骗就是这样厉害。你看，我们真的是办不到，这个全世界只有川普大概只有能够做得到。好。那么讲，川普他现在显然要搞这件事。那搞这件事的时候，那你要说，那怎么跟中南海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就跟他讲，当然跟中国一定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讲，这一次美国不是查扣说，你太子集团在帛琉也有这个场地吗？也有问题。好，那我跟你讲，为什么帛琉？我们知道帛琉现在是什么？台湾我们在南太的重要的一个这个邦交国嘛。帛琉总统前一阵子不是来访问台湾，说，我们跟台湾的
关系不会改变。中国一直想要收买帛琉，中国不是就说我给你钱嘛？之前不是还有这个所谓崩牙驹，他也要去那边在这个安加尔这个地方设一个赌场，然后他说他就是跟中国官方合作的嘛。那甚至还有这个帛琉注册一个亚太的这个实业里面来说，是中国的解放军，还有跟崩牙驹一起去的嘛。所以中国其实本来就想渗透这个地方。好，那所以这个中国官方在这边。好，那诚志是什么？诚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太子集团酒店开发啊，他也要去那边开发啊，所以他本来就要积极在那边开发这个豪华度假村，还有房地产的这个状况嘛。所以我就跟你讲，这就是后面一定是中国在后面这个跟诚志一定有某些程度的这个关联。对，好，那我们再讲，那我们说那怎么去扯到这个是美国要搞这件事呢？第一个，我们美国今年这个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不是跟美国情报总监说，你要赶快给我调查中国高官所有的资产嘛？那美国不是他在3月20号有发布一个叫《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财富还有腐败活动报告》吗？对，洋洋洒洒的一个报告嘛。那这个报告里面他讲什么呢？他讲说什么？他说温家宝的家人，那母亲啊，这个儿子等等啊，他们的2012年的实控资产至少27亿美金嘛。那同样，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在商业活动还有房地产方面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金。那个时候3月20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所谓的资产，你海外你的兄弟姐妹的钱金流在哪里，是我都跟你讲，我都知道了。对，好，那他是说至少10亿嘛，对，但在哪里他没有讲嘛，好，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怪在这个地方。我们跟他说。这个他里面讲到就是说啊，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就已经把这个资产都出清了，但是是由他的亲人嘛、兄弟姐妹还有侄儿侄女嘛，好，那我们讲最近不是一堆消息被丢出来吗？包括前一阵我们在讲杨兰兰啊，澳洲那个杨兰兰啊，对，杨兰兰是谁呢？现在不是就有人说，杨兰兰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女儿啊，对，她跟习家关系很好啊，而且习近平的姐姐目前为止就在澳洲啊，他们很多打理都是这样啊，很多都是澳洲，虽然他们都在澳洲有这么多钱啊，那澳洲这么多钱，那照了，那问题是这些钱从哪里出去啊？这样我听完之后我吓死了，当初等于是3月多的这个，只是跟你讲说我知道你有10亿，结果没有想到我现在已经查出你的钱有更多了，而且你的金流在哪里我全都知道，是啊，或许真的是刚讲4500亿都是你们家的嘞。一个是在澳洲的这个杨兰兰被我们抓到了嘛，这个中国讨论非常多嘛。好，另外一个就是谁？这个陈志啊，搞不好我就说嘛，这个美国画出来的这个图是最高是陈志啊，搞不好他还可以画出来上面是谁啊，搞不好可以画出这跟他往来的是谁啊，这些画出来之后呢，这张地图就更加明显。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陈志，你再怎么诈骗，我是很难想象诈骗到150亿美金，新台币4600多亿，这个金额，这个真的无法想象。所以我才说，这后面来说话，你洗钱的对象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中南海的高官？那尤其是我就是说最奇怪的是，这20号就即将要是这个中国的这个10月20号四中全会要登场，你在前5天的时候丢这个。我说诈骗这个案子没有很急啊，你可以之后再丢，或者更早之前再丢。那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在即将要4中全会的时候丢这个？所以才说后面一定有更大的文章，美国准备要做下去。郑凤，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今天让我们大家觉得最 shock 的事情是什么？你今天川普很敢，今天在全球大杀四方，没有人想会跟你一样有这么魄力，直接把这些诈骗集团给除掉。第二是什么？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里面竟然有什么？因为我们台湾，大家有说有9家的公司，还有3个台湾人也在这一波名单里面。今天你把英国跟美国2份原文的起诉书你全部都看完了，到底为什么？13份呐，哈，因为13份，美国有2份，一个是财政部的，一个是司法部的，英国则是外交部的哈。那财政部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提到说，他们美国人呢，去年因为诈欺哈，被骗了大概100亿美金，大概是台币3000亿啊。咱台湾人大概今年是7000亿啊，它大概我们的3倍哦。那特别注意的是，它是这个案子，它去查窃的是美国财政部的什么呢？它是 OFAC， 就是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记不记得以前 OFAC 出来的时候，通常是制裁谁？恐怖主义。好，三种传统制裁的对象，第一个就是国家啦，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北韩呐，第二种就是恐怖主义跟大毒枭啦，第三款就是对人权有迫害的对象。对，好，可是这一次很特别，它 OFAC 它制裁谁？诈骗集团。哦。这个相当罕见，所以这是一个非传统性的制裁，代表说他把诈骗集团的极恶程度视为跟大毒枭，对，视为恐怖主义。那你看哦，
他把这个太子集团就这个陈志视为把它指定为 TCO， 就叫做重大跨国犯罪组织。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指控，因为如果他指定它是一个重大跨国犯罪组织的话，他就可以透过 SDN， 就是指定跟他有关的146个单位或个人都会被制裁。对，那你看这是财政部的说法，你看司法部的说法，你看我们特别把其中有一段超呛的，他把它反白起来，你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no matter who you are, and no matter who your insidious methods, and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victims。也艺术一下，他说这个历史起诉和没收的声明向各地的诈欺者发出强烈的讯息。对，这讯息是什么呢？就是讲，不管你是在哪位的，不管你是像，不管你的方法有多阴险我们会永远追捕你，而且我们永远为受害者而战。呛不呛？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阴险方法，我会一直追捕你的。全球通缉令，而且是无限期的通缉，所以你看他超呛的。接下来他的司法部部长艾森伯格贡献来，他说这份历史性的没收是部门史上最大的一次，反映我们使用一切可以用的工具呢，确保犯罪所得不会得利。他的意思是说，我要把你逐出这个美国的金融犯罪体系，而且甚至你在美国使用美元所有的资产，我都要冻结。他说，他取得这个陈志的这个犯罪集团，他发现它里面控制了几个社群软体账户，76000个。还有网军他的网军是用来干嘛？用来诈欺用的然后重点来，他说，如果你要去诈欺的时候，你这个使用的头像没使用修水的杂货啦，如果你用太漂亮，不够真实。对，然后接下来你看左下角那一张照片，他说起诉书称陈志持有一系列照片然后888里面有说这么多人被打，来你想一下，陈志到案了没？没有，他还在跑，他在 at large， 他还在绕跑呢。对，为什么他取得到这个？你知道吗？起诉书写得很清楚，因为他进入他的 Google 云端，所以他取得他云端里面的资料，所以你就知道美国有多强了。他可以直接进入你的云端取你的犯罪资料。他这样取了你犯罪资料之外，你跟谁通联，你帮谁洗钱，你跟谁有交往过，一清二楚。这更多嘞。没错啊，所以你说美国的行政力量跟司法力量结合起来，你看，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像这两个力量结合起来这么强大啊！你看右边他说他怎么样打这些猪仔啦？他说怕除了这样鞭他以外，还让他头破血流。这个太子集团他在台湾也成立了9间公司，对不对啊？其中有一个我跟大家报告是由就是这个陈姓男子他亲自设立的，他2019年就用他的本名来台湾设立这个太子建设。所以今天陈志有来过台湾，或许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过，但他用本名，他完全没有没有怕的，没得惊呀。今天全美都这样讲了，今天川普都这样，没关系，我来台湾，我用全名啊。没错啊，对啊，他用本名，其中一间最大间，他资本额1.5亿元，对，另外8间这用一个零姓人头，那你看一下这一些从公司网上去查一下他的资料，他的资本额大概从310万元到1.5亿元。这9间公司登记在哪里？他们都是我们周杰伦的邻居，都是他邻居，在和平大院上面。和平大院一间偌济钱？你知道？1亿以上，所以1亿以上，这9间公司全部登记在周杰伦所居住在的这一栋豪宅里面，一坪单价165万啊！所以他在每一层楼几乎都有1间到2间，我呀不。哇！我以为它是一层楼就那一间而已。你说每一层楼都有1间到2间陈志的房子都在那里，没错，都是太有钱了吧？应该是陈志人头的公司，就是这几间公司，就是被列为制裁对象的这几间公司在里面。那这几间公司在台湾，坦白说也不是都没有活动，它不是死公司哦。我跟你讲，它不只有活动，它还有诉讼。然后这个诉讼我们刚刚看起来超怪的，对，你知道吗？他告了一间，这个其中4间公司，这制裁的9间公司，其中有4间公司告了一个姓张的人，这个姓张的人呢，原本也是这些公司的人，你知道告他什么吗？他告他侵占什么？侵占公司的资产9亿元，然后
你知道吗？照理说这么大的金额，这个姓张的原本是这几间公司里面的员工，照理说9亿元这么大的金额，你应不应该出庭跟大家去做一个诉讼上面的对抗？应该要，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9亿元，这4间公司提告要求这个姓张的返还之后呢，这个姓张都没出庭，也没有抗告，也没有上诉，最后9亿元就怎么样，就确定了。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很有可能是新形态的洗钱模式。透过司法认证，下面一属嘞，就是说这9亿元可能是这些诈骗集团的所得，然后透过诉讼的方式，让这9亿元变成法院认证的白钱。所以你意思说，他是透过诉讼的方式过来这边洗钱？对，大家以为说那洗什么钱？大家以为是说什么走地下汇兑或怎么样？没有，他竟然是用台湾的司法，台湾的司法竟然变成惩治他洗钱的工具，看起来貌似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不合理嘛，9亿元来，赵哥。假设有一天我不幸侵占你9亿元了，你来搞狗啦，我一定怎么样？为了9亿元，我也是要提出答辩嘛。对，怎么可能你告我都不回？我就真的给了。对，我就真的给，我也不出庭，我也不答辩，我也不上诉，所以这样他完全没上诉，而且这一个姓张的原本就跟这一些人是一挂的。对，因此你会觉得很怪。这种行为是不是有高度什么洗钱的可能性？对。然后呢，你再看一下它的什么右边它这个太子不动产，它其实还有真的有活动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姓陈的这个主嫌他在台湾成立这间公司，他还真的有活动，他还邀请大家去哪里？去东南亚买房地产。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看起来是真的公司，实际上它可能不一定是真的。你有可能，那我们刚刚讲，它有3个台湾女子被怎么样？被美国列入 SDN 的黑名单。那我们刚刚讲，另外还有一个姓林的，是这8间公司的什么名义负责人嘛？对，这个姓林的有没有可能被认定是接下来可能被认定 SDN 的这个指定制裁对象，也不无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你就说，美国这么强，我们台湾到底在干嘛？我跟大家报告。台湾真的在打诈方面有待努力为什么呢？因为北检跟刑事局今天才因为美国的报道，才侦办台湾的这9间公司，他们要分案了，才要分案所以你就是我们花那么多钱打诈，会发现咱个比港这个差太多。我们真的差很多。郑峰，你刚刚特别讲，今天美国可以在全世界这样弄，包括美金，包括英镑。包括虚拟币，他今天说扣就扣，说卖就卖，而且他完全知道你人在哪里，而且他今天针对所有，包括你在柬埔寨，包括你在香港，包括你在帛琉，甚至在台湾，你在台湾这一些人都已经被列入了这所谓的 SDN 的黑名单，就特别指定的国民跟被封锁的人员。我管你怎么样，我就是把你这样子抓到，我就是把你把你列在我的制裁的名单里面了。没有错啊，刚刚讲英镑没使用，美金也不能用，而且你所有使用英镑跟美元的什么财产都会被冻结。但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台湾查缉犯罪的手段坦白说都是由这个最末端就是被害人这边开始查起，但是美国你可以看到，它是由行政部门发动，透过统计找出，有一个姓陈的，这个问题很大，接下来以陈为什么主要核心去发散，来找出台湾的这几间公司。那我听说北检他已经分给这个财税专组的检察官办的啦。那接下来有可能会透过司法互助跟美国寻求协助，那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台湾赶快跟美国取经，看一下接下来怎么精进我们的办诈手法。廷伟，我们刚刚特别讲在这个诈骗的里面，现在美国川普他真的是玩真的，这全球性的打击，我管你是哪一个国家，我管你钱在哪，你知道是美金跟英镑，我通通都可以扣到。今天川普除了要去打诈，他还有去打毒品，现在是什么？他要把这个南美洲紧紧的握住。今天他又针对毒品继续打下去，今天5度第5度打击了委内瑞拉的船只，他就直接轰下去了。他说这是又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了。你看到川普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他不就是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吗？世界警察打诈、打毒，让他反毒。现在你看到委内瑞拉这些船这些毒船第5次了结果被这个美军这样轰炸下去，出来就被轰了。对，那你看到这些毒其实毒跟金钱、财色都是挂在一起的。但是更重要的什么事情？这个背后可能跟委内瑞拉的领导阶层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像世聪来讲会是怀疑说，这个所谓太子集团来讲的话，
福建帮是不是跟蔡奇、跟习近平都有关系的？跟中南海都有为什关系。么会有这个概念呢？因为独裁国家它可能要运用这样的毒，或者是比特币、虚拟货币，或者是这个诈骗集团在海外布线嘛。因为有一天他们可能需要把资产藏在海外，所以你看到现在川普在做什么事情？他真的是从小处抓起啊！什么叫小处抓起？这些地方来讲，只要有资金流向、毒品流向。这个基本上都要抓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打到什么独裁政权的痛处。所以你看到今天委内瑞拉那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他说他要什么分享这个和平奖一部分给川普？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支持川普在委内瑞拉的这样的一个打毒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的确，这个毒品，你知道委内瑞拉的总统、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竟然跳出来会去支持这些贩毒集团，那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嘛，那就代表说背后有鬼嘛。对，那所以呢是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毒贩所赚的钱，可能都要上缴到这些领导人手上去。这时候，川普直接打下去，把你的毒贩全部都消灭掉，我把你的金流也断掉了。对，把你金流断掉之后，你看你跟我怎么搞？这时候我就可以去扶持委内瑞拉亲我这边的，亲这个右派的这边的就上台，然后呢就亲美政权就出现了嘛。一样的道理，他现在为什么要搞掉这些金流，搞掉太子集团？对，就是在搞掉中共可能高阶官员的金流。那这时候呢，你官员要不要听我的？你就是中共官员，会不要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眼界之下，你不敢再造次。所以我们了解到哈，美国常常有人说，川普上台之后就什么美国孤立主义了，不管世界了。我看起来不是这样子，我看起来川普他是什么都想管啊，只要是他能够管得到的。他现在好像变成是各国的总统，你知道吗？已经不是什么，就是说他根本不管你什么委内瑞拉啦、中国啦，或者什么，更是连阿根廷。你知道阿根廷这个总统不是也是亲美国的吗？对，你知道今天川普跟他讲什么话吗？贸易尽量不要做，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千万不要跟中国发展军事合作。还有，如果你现在这个挺我的这个总统，如果其中选举阿根廷选举不好的话，我200亿美元就撤掉了，我就不跟你玩了，我就不跟你协助阿根廷。这样子搞的，他直接就这样子干涉到阿根廷的内政了。200亿耶！对，然后他为什么？因为要稳定这个披索的货币嘛，所以这个川普他应该做一件事情，他应该支持全球所有各国的右派政府。维持在那个位置上，或者是什么推翻左派政府，然后呢，能够让美国的所有的手都可以伸到各国的里面去，这不就是整个独抢的概念吗？不就在进行这个霸权的一个布局的概念吗？所以我们看到，不要小看他端掉太子集团，不要小看他在做委内瑞拉的这个毒贩的事情，甚至于在亚洲还有各国，刚刚也扫到柬埔寨，扫到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来讲的话，川普可能不是只有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可能要让全世界再次伟大。全世界，他已经在扮演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只是大家没有说很清楚说，到底美国在搞什么鬼？以前大家都是拜托美国说，你这个可不可以帮忙一下，或怎么之类啊，或者是说有人会批评说美国你干涉内政，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川普根本就不演了，他直接就是告诉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地盘，这些都是我要处理的。你只要不听我话，我直接就是 F-35就直接轰炸掉，对，发射飞弹就把你轰炸掉。那看你敢不敢。所以这些事情啊，各国来讲的话，都是踹来弹。因为这些独裁国家只要不符合川普的意志的，大概一个一个可能慢慢的都被川普把他的基础把它削弱掉。志明，你刚刚看到在海战上面，你刚刚看到委内瑞拉的船这样一出去之后，只要是运毒船，川普就直接轰下去，你就知道海巡对这个一个国家来说有多重要。你看到我们台湾也是，今天就有偷渡客来，厉害了，2颗浮球就来到了金门，莫名其妙在玩的是不是？他说，对我真的来玩的，你傻啦，怎么可能来玩？就偷渡来的。结果我们的海巡人员很辛苦嘛，把他抓了。结果没有想到，今天有个新闻，我看得更傻眼了。既然有海巡人员，你的同仁这么辛苦，你同事这么辛苦，结果你竟然请病假请8个月，你真的生了病吗？没有啊。你竟然爽领了60万薪，结果你搞了2间餐厅出来，有没有搞错啊？所以实施海岸防卫的这个海巡单位啊，真的是非常辛苦。你看偷渡客就是能够被海巡单位这个用这个仪器给抓到他，然后就了解到他就是不断测试我们的底线嘛。但有人这么辛苦，也有人很爽啊。这个新闻就让大家出来之后，拳头都硬了。哇，他可以这样子请病假8个月，7、8个月。然后还可以爽领这个60万元，到年底的话，到这个11、12月都算进去了。不过很抱歉，今天这个新闻曝光之后，本来他们还在辩解，
海巡署一开始还说，哎呀，经过上网去查那个经济部商业登记网发现说这个海巡署他在这个舰队分署的第16分队的林姓队员，他不符合这个公务人员不得兼职违规兼差的态样。一开始还这样讲啊，对。但很抱歉，今天下午我们这个再去看海巡署的发的声明，因为管碧玲海洋委员会主委生气了。就认为说你这个简直是优秀的团队当中的害群之马，所以要求舰队分署长把他送这个考纪会去惩处，直接下午后来海巡署又改发一个新闻稿说把他记2大过给免职了，他就免职了。对，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媒体踢爆，他是不是可以爽领到12月31号？请病假也请到12月31号，所以他根本就是请病假完之后，他就开了这2间的餐厅。对，就你不是生病吗？没有，你还在那边帮忙，大家觉得很瞎。而这个也被媒体这个收到爆料之后，他们去查，就是这个任职于海巡署舰队分署第16海巡队的林姓队员，他们的这个基地啊是在新北市贡寮区这边。因为这个林姓队员他呢在任职期间他就跟这个当地，因为他们辖区很大，然后跟那边近岸的我们的一些这个渔货场、渔场丰富。他还干嘛？他现在还在自己拍说他自己怎么去开海鲜的，把海胆怎么样切，怎么样弄。他还有拍这种片子的，他经常在网络上去分享如何去料理这些海鲜，而且是标榜当天的新鲜渔获。因为我刚刚讲，他在他的这个，他利用他的公家的公资源，也就是说，因为他当这个海巡队员嘛，所以他自然而然跟新北市到宜兰那一带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近岸养殖渔业的业者都很熟，对，所以他能够弄到最新鲜的海产，然后他也知道也跟人家去学说怎么去处理这些海产，料理到这些很新鲜的东西，所以后来呢。没想到，他就以混合焦虑及忧郁情绪的适应障碍症这个理由，这样的一个请病假的证明，然后呢，3度跟他的这个单位申请有薪延长病假，然后合计到今年年底，总共10个半月。当然，目前为止已经请假超过7、8个月了。然后从1月底到这个元旦，去年11月到元旦到过年前后3次请假，从1个多月、2个多月到后来。5、6个月加起来就超过7、8个月，然后这样的一个薪水，1个月56000块，他竟然可以这样子请，然后所以连年终奖金都算进去的话，1年他当然就可以白，因为他请病假嘛，没有上班，就可以领到50、60万的这个薪水。当然这是他工作的单位，有丰富的渔场，他其实是身高182公分的一个帅气的这个大男生。那你看他在这个单位已经服务了7、8年，没有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单位说，因为去年不是发生那个劳动署、劳发署北区分署署长谢宜龙的这个霸凌下属的事件吗？他就突然跟长官说因为我自己也在单位上长期的工作不顺利然后被霸凌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也产生了刚刚我讲的这个焦虑还有情绪的这个忧郁的混合障碍适应症，所以我要跟长官请假，而且他很夸张他也故意跟他的这个很熟识的同事讲。如果长官不让我请假，我不但要跟媒体这个讲说我被霸凌，而且我要爆料。那长官当然会怕去年发生的所以只好让你请假。结果我让你请假了，你给我去开餐厅。结果他请假之后，他跑去新竹市，一开始去新竹市的这个光复路一段，开了一间海鲜烧烤餐厅，然后从餐厅里面的这个控场请人员然后交代要干嘛的，然后熟门熟路的洗鱼缸这些东西，还有订单叫货全部都是他在处理。然后呢，过没多久，因为餐厅生意太好了，所以他在这个竹北市的光明路又开了另外一家料理生鱼片的可以外带的这个餐厅。不止这样，他还在网络的这个赖群组上面成立了一个3700多个人的可以直接在团购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群组，然后全部包括这个团购的时候要记账单、要寄货全部都是由他来处理。所以最后今天海委会主委管碧玲震怒之下，海巡署还有包括各单位动起来。就把他记2大过给太除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